以道德代替宗教鑄成大錯。鍾祖康，中國人拜孔子為師，企圖以道德取代宗教，結果是宗教半死不活，道德更是列冠全球，两樣都落空。共產黨和儒家如出一轍，以道德力取代宗教，這是中國人容易對共產主義起好感的原因之一，造就了弄虛作假的極端形式主義。我常对外國人說，今天中国人跟外国人走的路是很不相同的。中國人若要得到外国人一樣水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，往往要比外国人付出多倍的血汗，甚至有時即使你願意付出更多，也可能都得不到。因為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，並不单是靠我們自己，還和我們的祖先有關。要看他們在過去幾百年，甚至是1、2千年，是認真生活，還是胡混度日。我对他們說，我們中國的祖先，特別自先秦以還，這2000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，走一步錯一步，走100步就錯99步，需要認認真真解決的問題，我們的祖先都幾乎交了白卷，他們的時間和心思都放到繁文縟節、打拱作揖、草菅人命、研究酷刑、做圣人文章、終身投考科舉、陰陽五行、煉丹、研究長生不老術、搞文字獄、壓制異端、管生不管養的無限繁殖、包紮和清洗女人腳、品玩女人小腳、父母死在家守喪3年、节衣縮食用于厚葬、賭博、內戰和吸鴉片等等數之不盡的愚行惡習上面。為了這些無聊事，恐怕已經花去了我們祖先8、9成的時間。況且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短得多，即使他們真的還有善心，還有精力，還有腦袋想做點正經事，做點有益於我們這些後代的事，也不可能再有時間了。宗教與道德在中國兩截落空。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，也很不負責任的是，2000年來只是終日沉迷於這些惡習，沒有嚴肅地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，也沒有為中國人奠定一個宗教信仰的基礎，以致發展至長期拆東牆補西牆，權宜度日，反覆沉淪。宗教信仰之支離破碎與功利化是一大病源。我們的祖先怎樣處理宗教呢？誠如梁漱溟所說，中國人拜孔子為師，企圖以道德取代宗教，結果是，也必然是，宗教半死不活，道德更是列冠全球，两樣都落空。在這一點上，中國共產黨和儒家所做的如出一轍，都是企圖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，這是中國人那麼容易對共產主義起好感的原因之一。兩者的結果也一樣，造成了弄虛作假的極端形式主義。孔子說了未能識人焉能識鬼，子不語怪力亂神等一大堆非宗教化的話，但中國人卻結果是全世界最識鬼、最迷信、最多怪力亂神之邦。這還不值得我們深切反省，痛定思痛？否則歷史當然就要重演了。50年來，中共鋪天蓋地的政治口號總是與社會實情背馳，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而已。以道德取代宗教，摧毀了道德和宗教，也必然會令全民的精神陷於萎靡不振，人人貪生怕死，不惜以一切代價保存性命。這是中國人在人類歷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一個重要原因。與19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普，在其巨著《中國人的特性》中，就提到一段難得一見、意義重大的插曲。當時他多次看到，在大饑荒中，政府只是袖手旁觀，也不去附近有糧的地方要糧，而成千上萬的飢民只是默默等死。他就百思不得其解，為什麼那些中國人不會聯合起來與縣官對峙，爭取救濟呢？他認為，即使結果也是死路一條，但揭竿起義而死，總比餓死有價值吧。於是深諳漢語的他，就一次又一次地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飢民，希望弄個明白。果然，饥民都只是众口一詞地說，不敢，不敢。西方大科學家也需要宗教。梁漱溟說得很好，人類文化
都是以宗教開端，不僅文化不甚高的時候如此，便是高等文化亦多脫皮在以偉大宗教下而孕育發展出來。蓋人類文化佔最大部分的，稱不外那些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、方法技術、組織制度等，但這些雖極佔分量，卻只居從屬地位。居中心而為之主的是一種人生態度，是其所有之價值判斷。也就是說，主要還在其人生何所取捨，何所好惡，何所是非，何去何從。這裡定了，其他一切莫不隨之。的確，環顧當時的自由民主兼物質豐裕之邦，無不有其深厚的宗教信仰。能夠沒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而依然可以做到自由民主兼物質豐裕的，極之罕見，甚至沒有。當然，有宗教信仰並不一定就是幸福的保證。若遇到的宗教极其反智，極欠寬容；若沒有宗教或公然打壓宗教，卻幾乎可以肯定說沒有幸福的可能。也就是說，對於人類文明和人類幸福，宗教儘管不是足夠條件，卻是必要條件。美國人沒有宣布國教，但到今天還在鈔票上印着 In God we trust， 翻譯過來就是我們信靠上帝。總統就職要手按聖經表示效忠美國，在法庭作證要舉手向上帝宣誓，在莊重儀式上不忘說 God bless America， 神佑美國。所有歐美國家的節日絕大部分都源自宗教而來。英國奉聖公會為國教，在挪威則不單以路德教為國教，政府負責全國路德教教會全部開支，也資助回教、佛教等任何其他宗教。又有近者，憲法甚至規定政府執政班子中必須有過半數為路德教教徒，其他4個北歐國家也大同小異。這些洋人的科學水平遠在中國之上，尚且對神畢恭畢敬。從伽利略、開普勒、波爾、牛頓、法拉第到愛因斯坦，個個都對宗教懷謙敬之心。連當中對宗教較具懷疑精神的愛因斯坦也說，科學無宗教則腐，宗教無科學則盲。中國人有能力獨辟蹊徑，一邊藐視甚至壓制宗教，一邊以西學為用，科技興國嗎？捨宗教造道德大國，如水中撈月。歷史已經說明，不論是儒家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，妄圖以人的理性和內在道德力取代宗教，是一個極無知、狂妄，甚至是人定勝天、種種人性糟粕而成的超級災難。要鞏固社會上的道德倫理，建立社會秩序，解決人類對科學盡頭的彷徨，對生老病死的恐懼和迷惘，宗教就是最方便也是代價最低的靈藥。中國人自命實際，卻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，也再一次旁證了我一貫的觀點，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，沒有大智能，只有小聰明、小權謀。他們硬要捨易取難，水中撈月，企圖將中國變成一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，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，就把中國變成一個禮儀之邦。這不是自找麻煩是什麼？這還不算，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儀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一，口是心非無雙時，自己人都嗤之以鼻，要麼堅持自稱禮儀之邦，要麼如魯迅所說的那樣，以醜惡教人，以祖傳老病誇示於眾。這個真是無藥可救的了。原載於2006年3月開放雜誌。